第144章击杀9星斗者。先前还嚣张的不可一世的甘木，在这电光火石间，竟然便是被别人随意的践踏在了脚下。这种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卡岗几人目瞪口呆，就是连甘木后面的几位手下也是满脸呆滞。宽敞的道路之上，众多路人呆呆地望着那被少年踏在脚下的甘木，脑袋都是有些回不过神来。一时间，喧闹的道路上有了片刻的死寂。半晌之后，卡岗几人终于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着那将甘木死死踏在脚下的少年，面面相觑地对视了一眼。这就是他所说的8段斗之气。以他先前所爆发出来的速度与力量来看，这年轻的少年恐怕实力不会逊色于甘木的9星斗者实力。唉，看来我们似乎都走眼了。摇了摇头，卡岗苦笑着叹道，现在看来，这位少年明显是隐藏了实力。躲在卡岗身后的灵儿同样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了一震，眼睛盯着那轻易的将即使是自己的父亲也不可能打败的甘木踏在脚下，其心中的震撼不言而喻。他没想到那被自己接连着嘲讽了一整天的少年，实力竟然是这般强横。想起自己对其的态度，灵儿娇蛮的脸颊上头一次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难怪不管自己如何嘲讽，他都是犹如未闻。或许在他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小丑在独自表演一般吧。心头轻叹了一口气，少女望着那踏在甘木胸膛上的少年，在清晨光辉下，少年的身躯显得颇为修长，脸庞上蕴含的温和笑意，就好像他并非是在打人，而是在与好友倾心攀谈一般。盯着少年，灵儿忽然偏过头望着身旁的白衣男子木兰，心中忽然觉得自己心中对他的一些崇拜情绪似乎减弱了许多。剧烈的咳嗽夹杂和血丝从甘木嘴中吐出，到的现在，他那处于几分迷茫状态的脑袋终于是清醒了过来，瞪着眼睛狰狞地望着上面的少年，嘶声道，小混蛋，你他妈的知道我是谁吗？狼头佣兵团的2团长吧？点了点头，萧炎微笑道，抱歉，就是因为知道了你的身份，我才找上来的。眼瞳微微一缩，甘木死死地盯着这名微笑的清秀面孔，片刻之后，心头猛地一动，几个月前的那张少年面孔竟然逐渐地与面前的人相融合起来，当下骇然失声道，你是萧炎？你不是被撵进魔兽山脉内部了吗？怎么还活着？甘木这话出口，周围的人群顿时哗然。当初狼头佣兵团倾尽全部力量，将那名叫做萧炎的少年追杀进了魔兽山脉深处，没想到今天这名少年竟然又活着从那号称死亡绝地的山脉内部走了出来。萧炎，他竟然就是那把狼头佣兵团搞得鸡飞狗跳的萧炎。一旁卡岗满脸惊愕，他没想到自己等人竟然和这位在魔兽山脉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名人走在一起。杀了他！被当众如此羞辱，甘木脸庞越加狰狞，一声暴喝，他的那几名属下赶紧满脸凶光地抽出武器，然后对着萧炎冲杀而来。与此同时，甘木身体之上淡绿色的斗气迅速自体内暴涨而出，一对铁拳头逐渐地化为了枯木般的颜色，紧紧握住，然后怒喝着对着萧炎小腿横砸而去。爆不！随着在萧炎心中响起的轻喝，萧炎脚掌之上淡黄能量急速涌现，然后重重在甘木胸膛之上一踏，身形飙射向那几名纵马冲来的佣兵。噗嗤！爆布所产生的能量爆炸力量将甘木胸膛上炸响，汹涌的劲气直接让得他再次喷了一口鲜血，脸色苍白地摇晃着站起身子，从背后抽出一根金刚所制的铁棍，咬牙切齿地对着萧炎攻击而去。飙射的身形瞬间穿过几名佣兵的防守，萧炎右掌到握着肩膀上的玄重尺，猛然一抽，黑布脱落而下，巨大的尺身横砸而出，顿时几名佣兵几乎同时的吐血倒射而出。几乎是2-3个回合的时间，萧炎轻易地解决掉几名实力在5星斗者的佣兵，然后缓缓转过身，望着那全身泛着淡绿斗气，手持铁棍凶悍冲来的甘木，右手斜握着巨大的玄重尺，萧炎略微沉寂，脚掌再次猛踏在地面之上，一声爆响，身形爆射而出，
眨眼间便至甘木面前，手中玄重尺微微一紧，旋即夹杂着凶悍无匹的劲气，狠狠地对着甘木怒劈而下。尖锐的破风劲气让得甘木苍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一分，急忙紧握着铁棍，体内的斗气狂涌，然后避无可避地迎了上去。砰！钢铁相交的清脆声响在道路之上响彻而起，引人侧目。铁棍刚刚与黑齿相接触，其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便是让得甘木身体骤然一沉，双脚的脚背竟然也是深陷进了地面之中。破！望着那咬牙僵持的甘木，萧炎冷笑了一声，体内斗气再次分出一缕，灌注进了漆黑的玄重尺内。咔！随着玄重尺的加力，甘木手中金刚所制的铁棍竟然逐渐地浮现了许些裂缝。片刻之后，裂缝急速扩大，最后在一道清脆的声响中戛然而断。望着自己的武器竟然被对方硬生生地劈断，甘木脸庞上浮现一抹骇然，身体诡异地弯曲着，双脚急忙后退。砰！劈断铁棍，玄重尺继续怒劈而下，最后将地面劈出一道深深的凹痕。瞧着甘木闪避开了攻击，萧炎抬了抬眼，脚掌再次猛踏地面，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身形闪电般的出现在急退的甘木身后，微微冷笑，右脚旋转半圈，最后携带着凶悍的劲气，重重地甩踢在了甘木后背之上。噗嗤！再次遭受重击，本来便脸色苍白的甘木更是变得惨白了许多，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犹如滚葫芦一般，在地面上连滚了10几米远，极为的狼狈不堪。大道之上，望着那在萧炎手中几乎是完全处于挨打状态的甘木，所有人都是暗暗地吸了口凉气。若说先前甘木的吃瘪是因为猝不及防，而现在这一连串的正面战斗却是让所有人知道，这位看上去颇为年轻的少年实力绝对在甘木之上。这点年纪竟然便能打败9星斗者，若是以后那还得了，真是恐怖的天赋啊！狼头佣兵团遭惹上这种人，也算是他们倒霉了。所有人瞧着萧炎这番干脆利落的战斗，都是不由得在心中羡慕地叹息道。在地上犹如滚瓜葫芦一般的滚了10几转，甘木这才踉跄地爬起身来，望着周围那些嘲笑的目光，不由得双目赤红，抬起头盯着那手持黑尺的少年，脸庞上的怨毒与狰狞让人心寒。小杂种，你若是落在我手中，定要你生不如死。甘木嘶哑地阴冷道，我想你应该没机会活着离开。笑了笑，萧炎眼瞳中同样是暗含冰冷的杀意，能够击杀一名9星斗者，那对狼头佣兵团的打击不可谓不大，所以不管如何，他都不会任由这家伙活着回去。阴冷地哼了一声，甘木心头却是有些发肃，先前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将他的狂妄完全击碎，目光在四周望了望，当眼角扫到那距离自己不远处的灵儿之时，一抹狞笑在嘴角浮现。先前萧炎似乎与卡岗几人在一起，想来他们应该认识，如同现在想要从萧炎手中逃脱，不动点歪脑子，明显是不可能。想到此处，甘木身体一动，便是猛地对着卡岗几人狂奔而去。甘木的身体刚动，卡岗几人便是发现不妥，不过甘木的速度远非他们可比，在他们刚刚结出防御时，身形却是猛地一转，转袭向那精神不太集中的灵儿。灵儿，小心！见到忽然转向的甘木，卡岗急忙喝道。听得他的喝声，灵儿这才把有些呆呆的目光从萧炎的身上转移过来，望着那狰狞的对着自己扑来的甘木，小脸布满惊慌，可身体却是犹如僵硬一般，动也不动。小灵儿，嘿嘿，走吧，跟叔叔去玩玩。望着少女脸颊上惊慌失措的神色，甘木眼中银光大射，淫笑道。见到已经近在咫尺的甘木，灵儿一屁股被吓瘫在了地上，俏脸惨白的不断哆嗦着。她非常清楚那些被甘木所抓的小女孩是什么下场。见到少女这般模样，甘木心头越加兴奋。然而就当他准备一把将之抓住时，少女的面前手持重尺的少年犹如鬼魅般的闪现。抬了抬眼，萧炎微微摇了摇头，轻声道：狼头佣兵团果然盛产垃圾。语罢，萧炎手中的玄重尺猛然一紧，旋即夹杂着凶猛的劲气，化为一抹黑影，
闪电般的横砸而出。轰！黑齿在甘木那恐惧的目光中，毫不留情地狠砸在了其胸膛之上，顿时，后者眼瞳骤然突出，胸膛深深地陷了下去，几口夹杂着破碎内脏的鲜血从嘴角溢流而下。盗摄的身体在足足撞断2-3根树木之后，方才缓缓停止。望着那躺在树木下逐渐丧失生机的甘木，大道之上的人群心中都是不由自主地冒起了一股寒意。淡漠地瞟了一眼那具尸体，萧炎手掌一转，手中的重尺便是再次插在了背面之上，也不回头看那被吓瘫在地的少女，对着卡岗打了一声招呼后，便是缓缓地对着青山镇方向行去。望着那背负着黑色锯齿逐渐消失在视线尽头的少年背影，那瘫坐在地的灵儿声音兀自有些颤抖地低声道：对不起。